私奔下嫁许岩的第7年，他出轨了。西服口袋掉落的产检单，是小情人对我下的战书。更可悲的是，我得了癌症，就快死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刺鼻。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看着手里薄薄的报告单。恶性肿瘤，上面的每个字我都见过，可组合在一起，我却又好像不认识。犹豫再三，我给许岩打了一个电话。生命的最后，我突然很想他回来陪陪我，即便他因为工作忙，已经2个月不着家了。可还没开口，冷漠的声音就从听筒中传来：“在忙。”嘟嘟的忙音占据了大脑，失望如长水般涌来，眼泪紧随其后，不争气地模糊了视线。“宝宝乖，我喂你喝水。”耳边忽然响起许岩的声音，我摇了摇头，自嘲地笑笑。这才刚查出癌症，怎么这么快就幻听了？我失魂落魄地起身，准备回家。一抬头，却正好撞上刚还跟我说在忙的男人。隔着一条走廊，他正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个年轻女孩，身上背着他最讨厌的卡通水壶，贴心地打开瓶盖，喂她喝水。女孩娇俏地笑着，头倚在他肩上。我抬头看了看，是产科。明明8月的时节，却蓦地冷似寒冬。自从许岩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后，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短。想让他陪我，慢慢变成一种奢望。偶尔他会抽时间带我去逛街，哪怕只有1-2个小时，我也会感到万分欣喜。记忆中，每次我跟他撒娇说包很重，让他帮我背的时候，他总是一脸的嫌弃和不耐烦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能背女人的包？娘儿们唧唧的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许岩，此刻却在上班的时间，陪着另外一个女人在医院产检，还主动背着玲娜贝尔的卡通水壶，穿着 Hello Kitty 的卡通 T 恤，甚至连喂水的动作都是我不曾见过的温柔和贴心。我的胃疼得像被火灼烧，手指甲深深扎进掌心，控制不住阵阵恶心，被迫抱着医院的垃圾桶狂呕。身边的人来来回回，我却如置身孤岛，强撑着不适回到家。我将那张检查报告放进我们专门存放结婚证的相框里，摆在窗台上，看了一眼又一眼。照片里的俩人笑得灿烂，多少有些不真实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颤抖着手指拿出包包的夹层里，想要作为给许岩惊喜的那张产检单。内心的痛越放越大。是啊，是的，我也怀孕了。在我生命的最后日子里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的肚子里有了一个小生命。也是因为这个小生命，让我以为自己从早到晚都想吐是正常的，从来都没想过去查查自己的胃。等越来越痛的时候，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。天色渐暗，他还没有回来。我拿着手机翻着我和许岩的聊天记录，一遍又一遍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跟他之间剩下的就只有只言片语。夜里，胃又开始疼起来，细细麻麻地，像成千上万根针在扎。我倒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上好看的梨花雕刻发呆。那是装修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选的。许岩知道我爱梨花，他便花重金专门请了一个雕刻大师，在家里显眼的任何位置都雕上了白色的梨花。搬进新家的那一天，他捧着我的脸说：“潇潇，我终于让你过上了想要的生活，我没有负你。”我红着脸亲吻他的唇，他抱着我说：“拥有我就像拥有了整个世界。”现在呢，许岩，我还是你的整个世界吗？空荡荡的客厅里，
只有我和那些白色的梨花。被拦腰抱起的时候，我醒了。许岩在我耳边轻声问：“怎么睡在沙发上了？”我看着他下巴上新出的胡子茬，等你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。他看着我的眼神是那么情深，亲了亲我的额头说：“我今天加班晚了点。”如果不是他衣服上残留的茉莉花香味渗入我的鼻息，我就真信了。阵阵恶心向上翻涌。他已然忘了我对任何的香水味儿都过敏。将我放在床上后，他俯身过来，我极力忍住呕吐感，一脚将他踹下去。你很脏。他愣在原地，眼神有些躲闪。潇潇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你很脏，先去洗澡，别弄脏我的床。我笑了起来，轻松地说。他好像松了一口气，抓起浴巾去洗澡。少量的香气还是让我起了过敏反应。我起身去客厅找到过敏药，直接吞了下去。他洗完澡之后，没擦干头发就直接扑了过来。我好像应该问些什么，但我只是细细描绘他的眉眼，在他一遍一遍亲吻我的时候，轻声说：“许岩，你是不是很想要一个孩子？”他停止了所有动作，捧着我的脸，那样深情地说：“潇潇，你知道的，我只希望你身体健康，有没有孩子都不重要。”像以往，每一次一样，他可真虚伪啊！恶心，恶心至极。我猛地推开他，抱起我的被子。他在身后喊：“潇潇，你又发什么疯呢？”我手指顿了顿，却还是拉开门走了。这一次，我没有为他停留。这一次，他也没再追过来。在客房，失眠了一整夜，胃部的不适感越来越强烈，我只能无奈地起来去吃一颗止痛药。厨房里一阵叮铃咣啷，我转头望去，餐桌上摆着许岩做好的煎蛋和牛奶。潇潇，你醒了，过来吃饭吧。我知道这是他现在求和的方式。时间久了，他已经不会再说好听的话哄我。还记得刚谈恋爱那会儿，有次我生气了，10分钟没理他，他就跑到了我宿舍楼下，还去买了我最爱吃的蛋糕。不仅穿着拖鞋，袜子还穿错了一只。他说：“潇潇，我真怕你再也不理我了，一想到这，我就心如刀割。”冬天的风吹在我的脸上，竟是滚烫的。我用力眨了眨眼，想把眼泪逼退。抬头望去，清晨的阳光洒在他身上，我应该觉得感动才对。可那条带着蕾丝花边的碎花围裙，怎么就比阳光还刺眼呢？怎么了，潇潇，过来吃饭呀？他一手拿着锅铲，一手想过来抱我。许岩，我站定。这条围裙，你之前不是说打死也不会穿吗？怎么，换口味了？我就那么看着他，想要直直地看进他心里，想看看他的心里是不是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。可他只是垂下眼，浓浓的睫毛遮住了他的心虚。他的手控制不住地搓着锅铲，这是他慌乱时的经典动作。内心的难过几乎要把我淹没，像一个溺水的人，怎么也游不到岸边。我拉开椅子，看着盘子里7分熟的煎蛋和一杯热牛奶，心里没来由地就升腾起一股怒气。他全都忘了，我吃煎蛋只吃全熟的，还对牛奶过敏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蓝色格子的桌布闪着光，上面却是不属于我的东西，原来早就变了。我猛地把桌子掀翻，噼里啪啦的玻璃破碎声，像交响曲一样。你干什么？叶生肖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从昨天晚上你就在发神经，我好心好意给你做一桌子早餐，你不吃就算了，还把桌子也掀翻了。自己好好在家反省吧你。
许岩怒气冲冲的拿起外套就冲出家门，好像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他，束缚他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甚至想跪下来拉住他的衣角，求他别走，求他陪陪我。为了他，我连尊严都不想要了。笑着笑着，我就蹲下去，捂住脸痛哭出声。这一地的狼藉，和我们无法挽救的爱如此相似。可许岩，我差点就忘了，我就快死了呀！连续的失眠让我疲惫万分，胃里的疼痛翻江倒海，隐隐约约连着整个腹部，我疼得蜷缩在地毯上。玻璃的碎片滑向我，梨花好像也染上血色，一大把止疼药吞下去，不知怎地，我就那么在地上睡了过去。是接连不断的手机铃声惊醒了我，30个电话都是同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打开手机，还没来得及回过去，一个陌生的微信号码请求加为好友的消息就弹了出来。点了通过后，对面很快发来了几条视频。许岩在他身边睡着，碎花的床单，卡通的睡衣，还有故意露出来的抓痕，显示着两人刚刚的亲密。姐姐虽然怀孕了，可许岩哥哥对我还是那么热情。姐姐，许岩哥哥说他对你真没意思了，而且还说你像一条死鱼。姐姐，你不会还没发现许岩哥哥西服里的产检单吧？屏幕亮了又暗，我起身去翻找许岩的所有西装，终于在那套我们结婚时穿的西服口袋里找到了一张产检单，上面写着万玲，24岁，宫内早孕活胎，孕14周。女孩的大红唇印在上面，好像在问我敢不敢迎战。我内心的花园早已荒芜，生出黄色的杂草，干裂的土地在提醒我，这场关乎人生走向的婚姻，我输得有多么可笑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我竟然还在心里祈求许岩能不能再看我一眼，哪怕一眼。微信提示音又响起，几条做旧的视频又被传了过来。我本不想搭理，却又控制不住想知道他们在一起时的细节，于是挨个点开。有许岩穿着卡通睡衣亲吻她的，有许岩带她去游乐场玩的，也有他们在家一起做饭、吃饭、睡觉的。熟悉的一套角柜明晃晃地入了我的眼，那是我们刚毕业时租的房子。许岩曾经说有钱了之后要把这套房子买下来，作为我们的回忆。现在他却不声不响地带着新的怀孕女友住了进去。我真想问问许岩，到底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亲手摧毁我们的爱恋？泪眼朦胧中，我想关闭这个视频，却怎么也点不掉。突然，一只狗闯入了视频中，它脖子上挂着一只金灿灿的佛牌。我怔住了，越看越像1年前我弄丢的那一个。我慌了，顾不上难过，赶紧点开他的朋友圈，试着寻找那只狗的照片。万玲的朋友圈里晒的全是恩爱。我心情不好，哥哥立马就开车带我去了马尔代夫散心。我在他家翻到了一条新的围裙，是我喜欢的碎花蕾丝。我缠着他想让他穿上给我看，他二话不说就系上了。哥哥家好漂亮，尤其是那些梨花。哥哥说那是他为姐姐请人雕刻的，我生气了。过了几天，我不仅收到了最爱的茉莉花雕刻，还有来自哥哥4个小时不停的宠爱，腿好酸啊。唯一的一条回复是许岩在下面评论的：下次再生气还办你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天花板上的梨花此刻变成了狰狞的魔鬼，压向我，撕碎我。我强忍着难受继续往下翻，下一条就是那只狗。在我家的2楼，专门供奉我父母的那间屋子里，装着我父母骨灰的闪闪的金色佛牌就挂在那只狗的脖子上。
原来不是我弄丢了，而是被偷走了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冲到卫生间开始呕吐，嘴里的血腥味止都止不住。我从没有这样恨过一个人。原来不是我弄丢了，而是被偷走了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冲到卫生间开始呕吐，嘴里的血腥味止都止不住。我从没有这样恨过一个人。连夜开车到那套小区楼下，我给自己做足了心理准备，颤抖的手连钥匙都握不住。可就连门锁，许岩都没换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！开门的一瞬间，年轻的女孩子拖着肚子，带着欢快的声音小跑了过来。我不想与她进行过多的交流，便忍着怒气低声质问她，那只狗脖子上戴的佛牌在哪里？她却一脸天真地说，什么佛牌？姐姐，我不知道呀。真恶心，把佛牌给我，那对我很重要。我疲惫不堪，体力消耗太多，已经经不起过多的争执。可她却抿了抿唇，站在我面前，叫嚣着说，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跟许岩哥哥离婚呢？他都不爱你了，你为什么还缠着他不放？他带我去你们家，对了，还有那个茉莉花雕刻，你看，你才不是唯一，而且你又生不出孩子，黄脸婆一个。我将拳头攥紧，忍了又忍，还是低声说，把佛牌还给我，我可以当做这些事情全都没发生过。他却笑了起来，边笑边说，姐姐，人都死了，还要骨灰做什么？不如给我的狗带着，还能带他们二老见见太阳。我要是就不还呢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心里的怒意，用尽全力一拳挥过去。他尖叫了一声，捂着肚子倒在地上。叶生肖，你对玲玲做了什么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还冲进别人家里打人？叶生肖，要发疯回家去发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被他用力推倒，撞在了茶几桌角上。许岩的话句句像利剑，他厌恶的眼神只剩一只的拖鞋，还有指着我的手指，都在控诉我是个坏人。他抱起喊着肚子疼的万灵，轻柔地哄着，宝宝，乖，我抱你去医院。却看不见我额头上的血顺着眼睛流进嘴里，真苦啊！许岩，我一阵眩晕，脑袋如火车过境轰隆作响，再也支撑不住，倒在地上。再次醒来时，是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孤零零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医生查房时见我醒了，说我是被一个好心邻居送过来的，还苦口婆心地劝我赶紧做手术吧。如果不治疗的话，胎儿也会在我体内吸收早就不多的营养，本来还能活半年的，现在可能超不过2个月了。我艰难地扯了扯干裂的嘴角，还是拒绝了医生的好意。可能觉得我可怜吧。走到门口，他又回过头来问我，需不需要通知你的父母？我一怔。从我决定跟许岩私奔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父母了。摇摇头说，不用了，谢谢你，医生。他叹了口气，不再劝我了。我把头埋进被子里，恨意在我的心里越荡越大。和许岩恋爱的时候，父母对我们一直都强烈反对。许岩虽是独子，可他家在偏远的山村，我家生活得很不错，爸妈看不上他家的条件，极力拒绝我与他结婚。可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许岩有没有钱，能不能买房子买车子，我不在乎许岩有没有好家庭，有没有好工作，我只在乎他这个人，在乎他一颗真心。于是我说了很多伤父母心的话，甚至偷了家里的户口本，与许岩私奔结婚。父母为此和我断绝了关系。可我知道，他们嘴上说着恨我的话，却还是在我交不出房租的时候，偷偷给我交了2年房租。
可对我这么好的父母，我却欠他们一句抱歉。结婚第3年的时候，我还是没有孩子。实在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哭着给妈妈打了电话，说了我的压力。他们很着急，在来找我的路上与一辆渣土车相撞，当场身亡。那时候我整个人都崩溃了。父母的后事都是许岩帮我办的。他看着我那时候整夜的失眠，头发大把的掉，害怕我出事，把工作都辞掉了，每天都守着我，安慰我。我哭不出来，他就在一旁抱着我说：潇潇，哭出来，哭出来就好了。我的胃就是在那段时间彻底坏掉的。胃出血的当天，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他哭着对我说：潇潇，求你好起来吧，看我一眼。我看着他那样憔悴的面容，终于痛哭失声。我说：许岩，我就剩你了，你千万别不要我好不好？他摸着我的头，深深地拥抱我说：傻潇潇，我怎么会不要你呢？我爱你，我会对你一直好一直好，我会用一生一世好好爱你的。他那么用力地抱我，好像要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。可不过才4年，他怎么就全都忘了？也不是没有征兆吧。近2年，他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身上就沾染上了一些我不熟悉的味道。有时候是歌厅的酒水味儿，有时候是舞会的胭脂水粉味儿。可他每次都记得我对这些味道过敏，都会洗干净再回家。以前他公司里的小员工见了我就抱怨：潇潇姐，你看徐总对你多好，知道你过敏都不让我们喷香水呢。我就会幸福地抿嘴笑笑。现在呢，他容忍万灵喷香水，带着他住在拥有我们回忆的出租屋，给他雕刻喜欢的茉莉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让她怀孕了，还要生下他们的孩子。眼泪划过眼角，我摸着自己现在还平坦的小腹，不知道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，这辈子要被如此折磨。办理出院后，我拖着一身病痛回到了家，打碎的玻璃餐具还在地上躺着，白色的地毯变得脏污不堪，而许岩就在沙发上坐着。看我回来，他猛地拽住我的衣领，眼神如果能杀人的话，我可能已经被他杀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本来也就要死了。叶生肖，你长本事了是吗？家里你不收拾，还跑去打一个孕妇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恶毒又任性？昨天晚上你一夜没回来，说你去干什么了？他一连串的输出，却没有一句是问问我的额头怎么包着纱布。8月的天，轰隆隆下起了大雨。你松手，我要去休息。我的脖子被衣领磨得生疼，却怎么也掰不开他的手。你还有脸休息？万灵被你打得差点流产了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伤害一个孕妇？他的呼吸喷在我脸上，胃里泛起阵阵干呕。我们到底是如何变成这样的？我怎么想都想不通。我的老公拽着我的衣领，质问我为什么去打他的情人。可笑，太可笑了！我一巴掌呼在许岩的脸上，用尽了全力将他推开。他捂着脸，一脸不可置信。我声嘶力竭地问他：许岩，你不是说不要孩子了吗？你不是说你永远爱我吗？为什么你现在却让别的女人怀孕？为什么你要给她雕刻茉莉花？为什么你要带她去我们的出租屋里住，还来了我们的家？为什么？许岩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再也忍不住，泪水不断地涌出来。我使劲擦掉，可怎么也擦不干净。叶生肖，我还不是心疼你。我不愿意看见你为了要孩子每天都耷拉着个脸，这才找上一个懵懂的女大学生。再说了，生孩子那么痛，我让她生完了送给你养。我都这么为你着想了，
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”他一步步走近我，说出的话却令人作呕。我的心脏像被一只大手攥紧，整个腹部的疼痛感越来越强烈。我疼得蹲下身去，不住地干呕。他走过来扶着我，说：“叶生霄，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别碰我，许言，你太脏了。”我拿起手边的包向他砸去，东西散落了一地，痛得他连连后退，跌倒在地。我现在肯定像一个疯子，他却在顾不得其他，高大的身躯压向我，一只手紧紧攥着我的两只胳膊，另一只手高高抬起。他想打我，他竟然想打我！恋爱3年，结婚7年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个曾经满眼是我的男孩，竟然有一天会为了一个怀孕的情人打我。我的泪一止都止不住，我不再挣扎，内心一片荒芜，只是抬起头看向他，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穿着深蓝色卫衣、拿着玫瑰花求婚的男孩。他说：“潇潇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”可现在呢？10年的感情，为了他我放弃的所有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工作，甚至我的健康，换来的不过是一个高高举起还未落下的耳光。我再也受不了了，嘶哑着声音问他：“许言，如果7年前的你知道现在的你这样对我，你说他会不会杀了你？”他愣住了，疼痛发作混合着千疮百孔的心脏。我无力地倒在地上，喃喃自语：“爸妈，我后悔了，求求你们原谅女儿，来接我走吧。”我指尖碰到的产检单混合着铁锈味的血。我做了一个美梦，梦里有爸爸，有妈妈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。可耳边总是有人在呼唤着我的名字，我嫌吵，想把耳朵捂上。潇潇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我挣扎着醒过来，看见的是许言的脸，他的眼圈变成青紫色，深深的红血丝。以前总是笔挺的西装，现在却皱巴巴的，就连衬衫都系错了扣子。我的手摸上了小腹，那里还是很平坦。许言看见了，赶紧握住我的手说：“潇潇，你竟然怀孕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我抬头看他，艰难地笑了笑说：“许言，要我怎么告诉你呢？是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说加班的时候告诉你，还是你陪万玲产检的时候告诉你？又或者在你跟他一起的时候告诉你？”他握着我的手是那么激动，那么炙热，可我的心已经是一潭死水，再无涟漪了。对不起，潇潇，是我不好，我错了。在你昏倒的这段时间里，我想明白了，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会收心，我会和万玲还有其他女人都断了，以后就我和你，我们好好的一起过，行吗？许言将脸埋进我的手里，有冰凉的液体划过。我看见他把表摘了下来，那道淡化的疤已经与肉色融为一体。我想起过去，刚得知是因为我身体的问题，所以很难有孕的时候，我用尽了一切的办法。仅仅试管，我就做了6次，打了几百针，吃了无数药，去往全国各地治疗。我不怕疼，也不怕花钱，我就怕我和许言真的不能有一个孩子。可命运偏偏捉弄苦命人，哪怕我在雨中对着普陀寺的神明一步一叩首，上天也没有赐个孩子给我。我绝望了，甚至提出了离婚。许言一遍遍地抱着我，亲吻我，安慰我。他跪下来求我，求我别再折磨自己，求我好好活着。他说比起孩子，他更在意我的身体。他说没了我，他也活不下去了。他还说了很多，我都记不清了，只知道我左手手腕上有一道疤，许言的左手上也有一条和我一模一样的。
那时候我就发誓，叶生霄这辈子只会对许言好。我做到了，可是他忘记了。他现在的伤心难过，在我眼里不过是鳄鱼的眼泪，对他的恨早已比爱多。潇潇，原谅我好不好？许言这么难过的模样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我只是看着他，不说话，他却着急了，抱着我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。我只觉得好笑，让我怎么原谅呢？我只觉得恨，铺天盖地的恨。我只想让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儿。我可以原谅你，许言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虚无又沙哑。他停止了哭泣，抬头看我，眼睛里全是亮晶晶的星星，就像少年的他一样，对我爱慕的、迷恋的眼神。真的吗？他急切地说。真的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我看向窗外，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，让万灵把我父母的佛牌还给我。什么佛牌？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把手里的水杯扔向他。你不知道吗，许言？我冷笑着。你真该去好好问问你的万灵妹妹，为什么要把装有我父母骨灰的佛牌戴在那只宠物狗的脖子上？你为什么要带它回我们的家，睡我的床？真的很恶心，许言。我看着他，我以为我还会歇斯底里，却发现自己的语气竟然那样平静。许言却发了疯，他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，握紧我的肩膀说：你说什么？那只多乐脖子上的佛牌里装的是爸妈的骨灰，不然呢？许言。我把手机里的录音点开，万灵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病房。姐姐，人都死了，还要骨灰做什么？不如给我的狗带着，还能带他们二老见见太阳。我看见许言震惊的脸，他的眸子里全是愤怒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，看着我，半晌说不出话。潇潇，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复。等我。他大踏步地走了出去。我想万灵今天大概不会好过。半夜的时候，我听到医生护士在外面奔跑的声音。许言冲进我的屋里，他面色十分不好。我忍着疼痛问他怎么了，他眼神有些闪躲，却还是告诉了我。原来他晚上去找万灵对峙的时候，他太激动了。后来又急着追赶要走的他，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出了好多的血。刚刚做完了手术，很不幸，子宫被摘除了。我垂下眼，紧紧抿住唇角，心里竟生出一丝哀伤。那你怎么不去陪他？我皱眉望着他，你的孩子没了，不心疼吗？他却搓了搓手，说道：我去照顾他，那你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你才是我的老婆。我没回答，他却摊开手，那只佛牌就在他手心里。我小心地接过来，挂在自己脖子上，放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。对不起，爸妈，把你们弄脏了。潇潇，求你，能不能原谅我？许言小心翼翼地牵住我的手，摸上了我的小腹，声音轻柔：潇潇，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在一起，好好的过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回握住他的手。10年，怎么可能不爱呢？又怎么可能不恨呢？我知道，对于许言而言，最好的报复就是让我亲手死在他手中。出院之后，许言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他不再加班，也不再忙着应酬，每天都准时下班，准点回家，打扫卫生、洗衣做饭都变成了他的日常。偶尔我也会发呆，幻想这要是以前的生活该多好。可胃里的绞痛时不时的就在提醒我：叶生霄，你快死了呀！我开始没日没夜的呕吐，大把大把的吃止痛药，将不小心溅出来的血慢慢擦掉。有时我也会摸摸孩子，他还来不及看见这个世界，
就要跟我一起埋葬。以前能保护他的时候，他偏偏不来；现在不能保护他了，他偏偏要来。可能他也觉得我孤零零一个人可怜吧，想在最后的时间陪陪我。许岩对我的呕吐束手无策，开始不停咨询专家医生，得到的答案不过都是妊娠反应太大，妊娠剧吐，必要时住院补液。他这段时间的厨艺提高了很多，每天都变着花样给我做饭，陪我散步。可我只觉得吵闹。这天傍晚还如往常一样，我窝在沙发上，门外却有人敲门。许岩去开，却迟迟不见有人进来。不一会儿，外面就传来争吵声。我走过去看，是万玲。她喝得醉醺醺的，拎着啤酒瓶子来我家闹事。看见我之后，她猛地挣脱开许岩，向我冲过来。啤酒瓶子敲在我头上，很疼。我的腰狠狠地撞在电视柜上，连续的吐血已经让我整个人异常虚弱。陷入昏迷之前，我看到结婚证的相框碎了一地，薄薄的诊断证明躺在地上。恶性肿瘤4个大字又撞进我的眼睛，噩梦重现。不过才隔了1周，我又住进了医院。窗外的蝉鸣声越来越弱。许岩在我的病床边急切地说：“潇潇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流了好多好多的血，孩子。”他没再说下去，已经哽咽。我知道我的孩子没了。我摸向自己的小腹，感觉那里空荡荡的。小小，你是怪妈妈没保护好你，所以先走了吧。我眨了眨酸涩的眼睛，竟然连眼泪也无。抬头看向许岩，他的眼睛里装满了紧张、不安。他的大手在我的皮肤上摩挲着，我却只感到阵阵恶心。我把手向后缩缩，他终于忍不住，捧着我的脸说：“潇潇，你生病了，为什么不说？”因为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将脸转向窗外。那你之前明明答应我，说我们3个好好的生活在一起。潇潇，你是故意的，对吗？他的声音里全是委屈。我却不小心笑了出来。对呀，许岩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表情，可他的脸色很难看。潇潇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将孩子看得比你更重要。不然呢？许岩，他好像很痛苦，捂住嘴，眼泪流下来。可我看在眼里，却如一潭死水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提过离婚。不是因为我还爱他，而是我实在没有力气去想关于离婚的那些琐事。生命最后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。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去完成，比如报复，比如让许岩痛苦一辈子，而我的死就是对他而言最痛苦的事。第2天一早，医生来查房的时候，神色严肃地告诉我，如果好好治疗，我还能再多活半年。许岩站在一旁，连声答应说：“好，医生，我们做手术，我们治疗。”我冷冷地说：“我拒绝治疗，我要出院。”许岩看起来很愤怒，很生气，对着我大声吼道：“叶生肖，你为什么不听话？为什么不好好治病？”我看着他，嘲讽地反问：“我为什么要听话？为什么要治病？是听你的话，在家里做家庭主妇，看着你在外面情人不断，还要让小三生孩子吗？还是治好了病，再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等你回家？许岩，你凭什么？”我内心只想冷笑。许岩却低下了头，红了眼圈，他好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跪在地上大声痛哭了起来。潇潇，我求你了，治病好不好？潇潇，是我错了，你相信我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伤害你了。潇潇，你好好治病，
我带你去看祖国的大江南北。潇潇，求你别丢下我一个人。声声哭诉，听起来让闻者落泪。可此刻看着病房来来往往好奇的过路人，我却只觉得丢脸。原来我已经这么恨他了。原来不爱一个人，是他在地上跪着求你多看他一眼，你都觉得恶心。趁许岩回家做饭的空儿，我联系了早就请好的护工，给我办理了出院，将带我回去了那个我一直不敢踏足的家，是属于叶生肖的真正的家。即便我私奔之后，我的房间还是被父母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再次回到这里，我带着的是无尽的后悔和难过。早就将父母的遗像搬来了这里，换好了锁，将整理好的关于万灵的100多页资料发送到他大学的邮箱之后，我又联系了我的律师，公证好了我的遗嘱。待我死后，委托律师将我的骨灰撒入大海，所有遗产全数赠与慈善机构。这些年，许岩也给了我不少钱，房产之类的，我也不想再去计算得失。反正人都要死了，也没什么好留下的。这世界上就剩我孤零零一人，再没什么值得留恋的。护工是一个40多岁的大姐，人很善良，经常推着我去楼下晒太阳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有时她也会看着我欲言又止。我知道她想说许岩今天又来了，但我不想见他，没什么好见的。我疼痛得越来越频繁，晚上靠着止痛药和安神药才能勉强睡上那么1-2个小时。9月里的一天，深夜竟然下起了暴雨。我掀开窗帘，想要最后再看一眼这世界，却发现许岩傻呆呆地站在楼底下，树丛里有蓝色的烟雾一圈又一圈，雨幕中也能看出来他瘦了很多，蹲在地上，肩膀一抽一抽地，好像在哭。可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拉上窗帘，沉沉睡去。听护工大姐说，万灵的学校负责人打来电话说，情况已经基本核实，对这种品行不端的学生已经按照校规劝退处理。我也没什么痛快的感觉，只是一遍遍地翻着自己儿时的相册，对着父母忏悔。金色落叶洒在柏油马路上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那个靴子踩上去咯吱作响的深夜，是哪个少年踮起脚尖亲吻了少女的额头，转瞬间就消失不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